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经典的第6遍，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。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这个影片要跟你讨论的是开头的第一段副歌要怎么唱。首先，我们会从2个部分去探讨，一个就是这一段副歌有使用到的技巧分析，当然还有这一段副歌所需要的情绪铺陈会是怎么样子的情绪。如果大家要仔细听这一段副歌的时候呢，你应该会发现这一段副歌跟后面2段副歌所使用的情绪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它是在歌曲的一开始，所以我们在情绪的处理上并不能够像后面2段的如此的放出来，因为它会造成你的歌曲的层次是受到影响的。所以这一段技巧呢，则是在于真假音的转换，还有你的力度的收放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也是大家在练习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，因为它会影响到你这一段的情绪是不是能够有比较收的，但是你的音准跟音高是一样的部分哦。我们可以先从歌词上呢找出比较明确的假音的部分，包括一开始的曾经在我眼前的这个在，还有眼前的前，却又消失不见的却又消，这3个字也是假音。接下来第2段的这是今天的第6遍的今天的今，还有6遍哦，也是用假音。在下一句的电影里的配乐的乐，好像你的双眼的前面好像你也都是有假音哦，所以这一段其实非常着重在假音的转换，也是大家真的需要把这个部分练熟的，所以唱起来就变成是曾经在这个地方需要转假音，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，却又消也是假音哦。这是今天的第6遍，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。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所以在唱真音跟假音的换的部分，大家特别记得，我们在使用头声的部分也能够帮助我们转成假音，所以务必这中间转接的部分，你的头声的控制跟你的胸腔的控制，使用上的搭配也是大家需要注意跟练习的部分。刚才跟大家聊到，因为是一开头的部分，所以我们的情绪处理呢，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致的状态哦，因为有些真音我们可能需要用力的把它唱出来，才能达到那样的音高，但是在这一段呢，可能就不是这么的适用，因为你过多的力量会造成你的情绪过多的亢奋了。因此呢，就像我刚才在前面说的，我们可能会选择以假音的方式来带过一些比较高音，我们需要用力把这个声音唱出来的部分。那第2个呢，在思考这段情绪的时候，也要特别注意，因为我们是一开始，我一直强调是一开始哦，所以在唱的时候，你可以让这个情绪稍微比较收一点，有点是揪在心里，好像想要说，但是又不太敢说出来的那个感觉的方式，在做这一段的处理，相信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头。总结来说呢，第1段副歌其实用了一些蛮细微的技巧，包括真假音的转换，还有一些可能比较气声的真音状态的处理哦，来达到情绪上呢，相对于后面来说是一个比较低，但是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大家回去呢，可能可以再多听几次，比较这几段副歌上的不一样的差异，那多多揣摩这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啊，或者是情绪上不同的改变。